我们的这次对等反制，实际上是双方的博弈进入到关键阶段的一个信号。整体的布局我们下的是围棋，现在要开始落下关键的棋子进行合围了。同时，我们也是在用一种美式打扑克的方式，在告诉对方，前面对3对5出清0牌的回合已经结束了，现在到了一条龙扔炸弹的阶段了。而且目前出的还只能算是中等档次的牌，更压轴的底牌我尚且还没有放出来呢。但是绝对不要怀疑我步步为营志在必得的意志。之前稀土材料和技术上的管制只是敲打他们，还属于是典型的追求斗而不破的状态。美方在4月之后对我们不断的围堵加码，其实也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而我们现在的举措则是明确的信号，既然人话听不懂，那就用西方更为理解的语言来宣示，这生意既然你们不想做，那就都不要做了。欧洲不是1周多前还在大喊要搞稀土去中化吗？现在我们帮你实现心愿，西方难道不知道稀土控制在我们手里，不听话容易卡着自己脖子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总觉得既然我们没有反应，他们就还是可以再得寸进尺尝试一下的。有些生物言辞上的警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一再的痛陈利害，其实就属于是文斗，反复的对欧美说，你看你啥也没有，我要是使出这降龙十八掌，阁下该如何应对呀？然而呢，人菜瘾一般都大，他们的脑回路是，那你既然可以收拾我，你为什么不做呢？那既然你不做，肯定是你做不到，那你就是必须得卖给我，属于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但是我们做事儿从来也不只是为了耗费这么多的人力成本，只为了教对方个乖。对于我们来说，嘴炮毫无意义，出击就是雷霆手段，必须实现事实性的改变才行。那么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恰恰在双方领导见面之前，明确的打出这个牌来，让美方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意思，并非是制造见面后的让步空间，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表态，即川普擅长的凭空造牌然后政治交易的策略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不仅不打算就现有的美国给出的制裁条件做任何的妥协缓和，而且我们要主动设立谈判的议题和目标，要谈就按照我们的节奏和诉求走，真正的从我国现在的实力和地位出发，赢得彻底的完整的全球贸易的权利。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不会有任何的交易、妥协和让步，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跟曾经抗美援朝时的谈判思路一脉相承，可以不谈，也可以速谈。越想要谈出成果，就越得先让对手从自己的春秋大梦里醒过来，认清形势和实力。其实从我国近期在各个国际贸易组织中的行动也能看出来。我们先是主动提出在 WTO 的新谈判中不再追求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并积极加入各个地区贸易组织作为观察员，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塑造全球化自由贸易新秩序的责任。所以我们的反制不只是单纯的镜像长臂管辖，或者为领导见面制造谈判的空间，更根本的目标我认为是主动的以实力让旧王认清现实，以加速实现我们作为未来全球贸易秩序领导者，塑造更公平的全球贸易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其实大家现在回头看看国庆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8篇仲裁文，就应该更能理解那句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方向，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就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文中一再强调，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通过制度型开放和规则创新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维护多边贸易创新区域合作，推动规则制定。这既是我们向单开一桌的这个地位发起冲锋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对全球想坐上我们这一桌的小伙伴们的保护和责任。所以4月的关税战可以说在趋于结束，但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其实从关税战的形式正在不断的深化为全球贸易秩序的领导权争夺。具体的方式就是现在这样，到底谁卡脖子的手段更稳准狠，谁更依赖对方的肉搏阶段。我认为仲裁文的信息量是极大的，甚至都不是1-2次的解读可以完成的。随着本月各大重要会议的召开，这8篇既是动员也是檄文的文章，可能蕴含的深意远不止现在看到的层次。这8篇应该是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咱家的发展选择和前进轨迹的纲领性文件，我也会在以后的分享中持续的跟大家进行解读。其实纵观4月开始我们现在这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冲锋之路就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们的终点从来都不是跟玉虚宫的缠斗和交易，而是全力冲向属于我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